大家好，静香在此。对于这个话题，我是考虑很久才决定和你们分享的，因为我猜一个人如果考了4次才过，他可能会和你说，2次就过了。就好像你问一个男生，你交过几个女朋友啊？大多数男生都会说3个，非诚勿扰的男生都是这么说的呀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就是那个考了4次才过的人。我相信分享我的亲身惨痛路考经验，绝对会对你们的路考有帮助。对了，一定要把视频看完哦，后边有你们最想知道的内容。刚来加拿大的宝宝们，先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，在加拿大参加汽车驾考需要年满16岁。首先要参加机考笔试，笔试通过后，现场就会测试你的视力和是否是色盲。若没问题呢，就会发给你一张黄色的临时驾照，有效期1年。所以在这1年里，你要通过路考。在你开车时，副驾必须坐着一个持5级驾照的人。我是在温哥华参加考试的，考过2次笔试，都是高分1次通过的。温哥华的笔试呢，可以选中文哦，不过字体是繁体字，而且有时话语不是很通畅，所以看书时要抓住它的语感。由于我在国内有10年驾照，所以可以直接考5级驾照。第一次考完笔试，我选择了在温西路考。我住温西吗？不住。我对温西熟吗？不熟。当时也不知道听谁说的温西好考，人少车少，没有经验的我也就信了。结果学车学了2次才知道，好考什么好考啊，道路曲里拐弯不说，竟然还要去当趟哎，都是单行线啊，然后还有一堆的小路出大路，左转右转，我越学越头大。但学车的钱都交了很多次了，60加币1个半小时，就想考完了。结果我的第1次路考遇到了所有教练谈之色变的考官大鲨鱼，听名字你就知道这个考官有多严格了吧。当时我也不知道啊，我问教练他怎么样啊，教练用非常不自然的表情对我说挺好的，然后我就 fail 了。虽说他严格没什么错，但是我的感受真的不是很好。刚开出考点时，有一个起伏路我没有留意，车就颠了一下，然后他在旁边说 Oh my gosh， 然后我就被吓到了，心想完了，过不了了。不过他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，然后我就一直特别的紧张，没有什么大的失误，但是像在小路里没有限速标识的地方，我开了50迈，他就说要减速，然后还踩了教练的刹车。这种小的失误加一起，导致我没有通过路考。然后考官刚下车，我就哭了，因为真的觉得挺受刺激的。所以路考是真的要把所有细节做到最好。然后就是不要被考官的个人行为影响到你的心态，你不知道你的考官会是什么性格的人，所以自己必须具备强大的内心才可以。第2次在温西考，一路上都没有什么问题，考官也很稳重，一直跟我说 good。 结果最后回考场倒车入库时，位置没调好，差点就碰到了旁边的车，考官一声 stop， 给了我驾考路上第2张红牌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怎么上学那会儿能在里贾纳考呢？城市小，人又少，肯定比温哥华好考啊。当时也是想着温哥华能考中文笔试，所以就偷懒了，悔不当初啊。在温西参加第2次考试后，我就回国了，没有继续考试。等我再回到加拿大，已经是3年后了。这次决定在自己比较熟的列治文考试。在找教练时，可笑的是，有个教练跟我说，列治文的人开车很野蛮，不教。What？ 由于是3年后重考，所以我考了第2次笔试。在列治文，考点包括机场附近的地区，我的第3次路试就去了机场地区。结果从机场地区往市中心开时，考官指了一条我没练习过的路，在一个十字路口让我左转进入一个居民区。教练带我开了10几次机场，都没走过那条路，再让我去到没有开过的路就会很紧张，竟然忽视了限速牌。40迈的小路我开了50迈，这是我考试第3次拿红牌的直接原因。第4次考试我已经临边不惊了，基本抱着豁出去的态度。没想到这次遇到了一个超级和蔼的考官，会帮我打开车上的音乐，还跟我聊天让我放松心情。除了一个7级路考才会考的平行趴车我比较紧张外，其他的一切都很顺利。当我停好车，让考官说出 pass 这个单词时，我的心狂跳不止。天哪，这场折磨终于结束了。在全场考生羡慕的眼光注视下，我跟教练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，办理了正式驾照，再也不用考驾照了。总结以下几点路试通过要点：第一，具备安全稳定的驾驶技术是最基本的；第二，过硬的心理素质，
就是说，无论你的副驾坐着一个性格多么突出的考官，你都不要惊慌，因为他比你更害怕。第三，增强临场应变能力。如果你的教练总是让你重复的开某几条路，并说这里是考点，那么请你提出需要一部分时间去练一些没有练过的地方，这样考试的时候遇到不熟悉的路线也就不会紧张了。想了解加拿大更多干货和新鲜事物吗？那就请订阅我并开启通知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期见吧。